非有消息，美国联邦航空局最近警告说，波音747存在漏水的隐患，原因是此前一架波音777在维修时发现前货舱内的电子设备舱内出现了空调管路漏水，流入电子舱之后造成了发动机指示等关键的电子设备损坏。由于波音747飞机也存在相同设计， FAA 因此发布了适航指令，要求加装额外的保护措施，主要是防水罩等。这份指令涵盖了波音747-400和747-8等机型，包括客机也包括货机，但据称不是所有的机型。波音747是上个世纪中末期的经典机型，咱们也多次介绍过。早期有747-100、747-200、747-300和747SP， 后来又发展出了747-400和747-8，载客从385人逐步扩大到了581人，机长增加了近6米，747-8的机长达到了 76.4 米，比空客 A380 还要长近4米，最大起飞重量也增加了约100吨，到了约440吨。波音747系列飞机从1967年以来总共生产了1574架，它已经在2022年停产，但现在全球仍有约400架还在服役，甚至还有些航空公司在搜寻老旧的747-200，用来在中欧之间运送货物。波音747此前曾经发生过严重的漏水，那次是发生在伦敦飞往曼谷，是一架澳航的波音747-400客机。747是双层的飞机，上层也有厨房和厕所。747-400的上层厨房和厕所的部分废水并不经过废水箱，而是像当年的绿皮火车一样，通过一个管道直排机外。然而当时飞机在21000英尺高度飞行时，管道却堵塞了。尽管空乘用尽办法想把前厨房地板上的渗水弄干净，但是渗水依然流进了电子设备舱，而偏偏这架飞机的电子设备舱的防水存在一些小小的瑕疵，导致部分设备受损。飞机出现了多处的告警、汇流条断电等故障，实属让机组紧张了一把。其实飞机那么大，油液多，管路复杂，极易出现跑冒滴漏的情况。记得一位机务飞友曾经聊过，一架飞机后厕所的污水管路长期渗漏，等大修拆开相关部位时才发现，处理起来的酸爽滋味也是终身难忘。此外，波音747的空调也非常强劲，极易形成大量的冷凝水。关于这一点我们深有体会，有一次搭乘适航老旧的747-400时，发现客舱里头像下雨一样。适航的747-400早已经退役，全球现在仅有中国国航、大韩航空、德国汉莎和伊朗马汉在运营747客机。不过由于货机也有不少，据 FAA 统计，美国可能涉及170多架。这些飞机落实该指令，全部费用预计将超过120万美元。好在由于涉及设计制造问题，波音能够提供部分质保服务，航空公司要花的钱预计会大大降低。由于落实该指令仅需约22个工时左右，应该不会影响特朗普的新空军1号如期交付吧。本期咱们就聊到这里，下期见。